AI 的泡沫越大，不就反而代表赚钱来得更快更多吗？ AI 会不会成功根本就不重要，因为成功了不代表泡沫会消失，失败了也不代表泡沫会爆。AI 一直以来呢，就只是让人入局的借口，重要的是你跟我有没有在这里面赚到钱，然后来不来得及跑。AI 这个东西跟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当年的互联网泡沫，入局的人根本不知道互联网有泡沫，所以最后泡沫爆了，他们也就没了。而现在的 AI 呢，是你我在入局之前就已经直接告诉你这个东西有泡沫，也就是说，入局的人是明知道有泡沫也要入局的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你去思考一下，每一个基金经理、保险公司，就是那些管着几百亿、几千亿的大户，他们手上的这些钱，至少要拿一大部分出来去买一些很安全的资产。这一笔钱呢，就算爆发了金融危机，也不能够亏的，都要去保本的。那么他们会去买什么呢？是不是只能去买美债？因为情况再怎么差，美联储都会出来印钱，直接去兜底买美债，对吧？但是从2022年开始呢，美债价格就一直跌到了谷底，利息呢也涨到了天花板。那既然价格都这么便宜了，利息又这么高了，大户也一定要拿一部分的钱去买美债了，那这不就是他们最好的抄底时机吗？但是到了目前为止，美债就是卖不出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你不买，我不买，美债一直都没有人去买，那么一个比美债更安全、更赚钱的资产就会诞生了。这一场美国资本家从2022年开始布下的局，现在随时都可以开始收割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曹医生。2022年的时候呢，有一家叫 OpenAI 的公司搞了个 ChatGPT 的东西出了名。这个公司到现在4年了，它卖100块的服务呢，成本就要165块，所以它卖的越多，亏的钱也就越多。而且亏钱的速度是一年比一年多，欠钱的速度呢也是一年比一年多的。但就是因为这个年年亏钱的 ChatGPT， 让那些一直很赚钱的 Google、微软、亚马逊、脸书等等的科技巨头要做一个2选1。第一呢，就是什么都不去做，继续去玩你的老本行，乖乖的去搞什么搜索引擎，搞电商 IG、Facebook， 这样呢，大家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我们1分钱都不需要去多花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去烧钱搞 AI， 而且烧的这笔钱哦，大概率是赚不回来的，或者说要等很久才能赚回来的。那你会怎么选呢？是不是稍微有点理性的人都会选继续的去玩自己的老本行啊，对吧？结果这些全世界最理性、最会赚钱的科技巨头呢，全部选择了去烧钱搞 AI， 为什么呢？很多人理解不了，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试过跟朋友一起去偷东西，然后被抓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你犯罪被抓了之后呢，警察呢会把你跟你的同伙分开去审问。如果你们都一起闭嘴了，你们都不出卖大家的话，那么你们都会各自的关进去1年。但是只要你出卖了另外一个同伙，把他供了出来，然后呢他又选择闭嘴的话，那么你是直接无罪释放，而他呢就要关进去10年。相反，如果你不出卖他，他出卖你，你就要关进去10年。而如果你们互相的去出卖，你们2个都要关进去5年，那你怎么选呢？最理性的情况就是大家都不出卖大家，然后一起关进去1年，对吧？但是你是不知道对方会不会出卖你的。如果你不出卖他，结果他出卖你了，你就要直接关10年。但是如果你出卖他，就算他也出卖你呢，你们2个也才各关5年，至少比10年少一半。所以不管你怎么想呢，最安全的选择都是要去出卖对方了。而结果就是呢，你们2个都要去关5年。这个就是经济学里面的 Game Theory。而 AI 巨头呢也是一样的。如果今天你不去烧钱，所有人呢都不去烧钱，没有人搞 AI， 大家就会在自己的领域赚钱，皆大欢喜。但是你敢吗？你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偷偷的去搞 AI。他们每一个公司呢都是有技术、有钱、有资源，有可能把 AI 搞起来的。只要其中有一个人他把 AI 搞起来了，现在的整个科技行业全部都会被他推翻。他的一家公司呢就可以吃掉整个科技行业。而你不去搞 AI， 他搞了，不管他能不能搞得成，但那些原本投资在你身上的钱就会去投资在他的身上，你家公司的股价就会跑输给他了。
那这个钱你烧不烧呢？这个呢，就是为什么扎克伯格会说，就算 Meta 浪费了2000亿也是值得了。因为如果今天 Meta 他说这2000亿他不花了，不浪费在 AI 身上了，你觉得它的股价是涨了还是跌呢？理论上支出会变少，利润是不是就会变多了？股价是不是就会涨了？但是现在的华尔街呢，只会认为你这个 Meta 要放弃搞 AI 了，你认输了。最后呢，他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，你 Meta 就会最先成为像诺基亚一样的公司，被苹果去取代，然后你的股价就会暴跌了。也就是说 ChatGPT 的出现 AI 的出现只是一个让科技巨头入局的借口，而让这个局可以继续运行下去的就是 Game Theory。 当科技巨头都入局了，游戏呢才正式的开始。今天我们一口气去讲这个 AI 泡沫，如果最后这一切真的挽回不了了，我希望今天讲的这些，哪怕有一句话能救活一个家庭都已经很足够了。如果你是同路人，希望用你的善意去提醒更多的人，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，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这影片还会自动的存起来，让你无限的去免费看的。而订阅我呢，确保你不会在对的时候错过自救或者跨越阶层的机会。好了，当科技巨头入局了 AI 之后呢，游戏就开始，而他们就需要烧钱。但烧的是谁的钱呢？2022年 ChatGPT 出来的同一年，美联储就开始暴力的去升息，从接近于0的利息一路升到最高 5% 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当科技巨头被 Game Theory 逼着入局去烧钱的时候呢，美联储就直接把借钱的成本拉到了天花板上面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些科技巨头一直以来呢是赚了不少钱了，所以他们手上是有多到爆的现金的。他们看上去呢根本就不需要借钱，因为他们手上的钱也够烧嘛。对啊，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不用借钱了，但烧着烧着钱就不够烧了。美股的七巨头苹果、Google、Amazon、微软、Meta、Nvidia、Tesla， 他们全部加起来手上大概有6000亿美元左右的现金，听起来是很多，对吧？但这七巨头里面只是4巨头，光是今年呢就要在 AI 上面烧到7250亿美元。也就是说，全美国最有钱的7家公司把所有的现金都掏了出来，还不够里面的4家公司去烧1年啊！而且烧的这些钱啊，还只是用来去搞 AI， 还没有算这些公司本来要付的薪水、房租等等的那些成本。所以你会发现 Amazon 过去1年的自由现金流是直接暴跌了 95%。 Google 预测它的自由现金流在今年将会暴跌到 90%。 Meta 更夸张，2026年自由现金流是接近于归零的。而且这些钱呢是已经烧了，如果你不继续的去烧，你之前已经烧过的钱就会全部白费。就好像今天你在等车，你等了半个小时，这车呢都还没有来。如果呢你现在就走了，你不等了，你过去等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完全浪费了，所以你就只能继续的去等。AI 巨头呢就只能继续的去烧钱，但是烧到什么时候呢？不知道啊。也因为这样，他们只能去借钱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美联储前几年把利息升到 5% 左右，美债的利息呢也涨到了 5% 以上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你把钱放到银行，或者是借给美国政府，你都能赚 5% 左右利息的时候呢，如果 Amazon 也只是付给你 5% 的利息，你会不会把钱借给他呢？不会嘛，我借给银行跟政府都这么安全了，我都能够赚 5% 的利息了，那我为什么要借给你 Amazon 这一家私人公司呢？美国政府它不会倒闭，但你 Amazon 有机会倒闭嘛？所以当美债的利息都涨到 5% 的时候呢， Amazon 它发债借钱就要付比美债更多的利息。比如说美债的利息是 5%， 那你 Amazon 就要去付 6.5% 左右。那么你就可以再思考一下了，连 Amazon 这个全美国最赚钱的公司，它借钱都要付 6.5% 利息的时候呢，其他的公司要去借钱搞 AI， 是不是至少也要付个 10%、12% 的利息呢？这就叫做高利贷啊。那么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虽然理论上科技巨头都因为 Game Theory 所以不烧钱不行，但是现在他们烧的钱都已经烧到要接高利贷了。如果这个高利贷越滚越大，甚至还可能会把自己老本行给烧没了，为什么还不停止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在美国借钱的利息呢是可以抵税的啊。我现在讲的这些你听起来很夸张，但却是非常真实的。比如说今天我有一家公司，
我每年可以赚100万。那么按照美国21%的税，我本来是不是要交21万给美国政府啊？但是今天我去跟银行借了1000万买房了，这1000万我一年要付65万的利息，那么这65万的利息呢，就会变成我的支出了，直接就会从我赚的100万里面扣掉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今年账面上从100万变成只赚了35万，然后我要交多少的税呢？35万的21%就等于7.35万嘛。那这能听懂吗？本来我是要交21万的税，但现在我借了1000万，我付了65万的利息，结果我只需要交7.35万的税，直接从21万降到了7.35万，省了超过一半，而且我手上还多了一套1000万的房子。这就是很多人用来炒房的方法。同样道理呢， AI 巨头他们借钱也是可以抵税了，借的越多呢，利息付的越多呢，他们交的税就越少。而且更扯的是呢，美国在去年通过了一个大而美法案，这个法案呢是直接把规则都改了，也就是说，现在的 AI 巨头他拿着这些借回来的钱去买 GPU、去买晶片、租伺服器，这些设备的钱呢，也可以当做支出去抵税了。也就是说你借了1000万，利息呢就抵了一次，买设备呢又可以再抵一次。我们再直接一点嘛，就今年你公司赚了100万，你本来要交21万的税，但今年你借了1000万，付了65万的利息，这65万当支出扣掉之后，你只剩35万的收入要去缴税嘛。然后呢，你再从借回来的1000万里面拿35万去买 GPU， 这35万又可以当成你公司的支出了。所以扣掉了之后呢，你今年一整年公司账面上面是1分钱都没有赚，所以你1分钱的税都不用交。而最后的你呢，现在手上就多了900多万，多了35万的 GPU， 然后你1分钱的税都不用交了。更扯的是，如果你买更多的 GPU， 比如说你买了135万，那么你的公司今年就会直接亏损了100万。这今年亏损了100万，你今年不但不需要缴税，还可以用来抵明年的收入。再简单来说呢，如果你明年又赚了100万，你就可以用你今年亏损的这100万去抵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付的利息、买设备里面的一大部分的钱，其实都被转移到美国政府的身上。所以听到这里呢，你就会发现这盘局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一个泡沫了。而这些人呢，都是心甘情愿的入局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都是这里面的赢家。首先，金融资本就不用说了。2020年的时候呢，美债利息呢是低到接近于0的，而现在他们呢却可以趴在这些 AI 公司身上去吸血，赚6%到12%的利息，而且他们赚的不只是利息啊，因为他们还做了一件事情，也就是把这些高利贷的债务打包成理财产品，然后卖给全世界。我们只是说今年华尔街2家最大的私募基金呢，就一起去成立了一家公司，拿着350亿去买了 Google 的 AI 晶片，然后租给了一家叫 Anthropic 的 AI 公司。这350亿从哪里来呢？就是这2家私募基金把它打包成理财产品，然后卖给市场上的保险公司、基金公司啦。再简单点嘛，假设这个私募基金从市场上面去借钱，成本呢是6%，然后他把钱借回来了之后呢，就去买晶片，然后租给了 Anthropic， 收假设是10%的租金嘛。然后私募基金呢，再从这10%的租金里面拿出6%还给投资人。也就是说，这笔钱其实就是投资人出的，风险呢是投资人扛的，而这中间4%的利差呢，是私募基金无风险的收走的。如果 Anthropic 还不起钱呢，那私募基金是1分钱都不需要亏的，亏的是所有买了这些理财产品的人。而这些人是谁呢？就是你的退休基金，就是你买的保险公司，是银行。这是不是跟08年很像呢？就把债务的风险转嫁给了全世界，但是利息呢，他们是照样去收的。而这不是最恐怖和最严重的，这一套私募基金的玩法细节你可以看我之前2部影片。那么第二个赢家呢，就是这些 AI 巨头了。你可能会说，他们都烧了这么多钱，怎么可能是赢家呢？各位，你可能有一点搞错了。烧钱呢，确实是这些科技公司，但是赚钱呢，却是这些公司的股东跟高管啊。你去看一下他们公司的股价，因为 AI 翻了多少倍呢？他公司账面上烧的钱越多，代表了他们对 AI 投入的越多，然后就越容易成功嘛。然后他们的股价就涨得越多了。换句话来说呢，
只要股价涨的钱比他们公司烧的钱多几倍，那烧的钱呢都是值得的。而且你会发现，他们就算借了这么多的钱，但依然呢还是会去回购自己家的股票，依然还会去分红的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他们赚了100万，交完税的话，本来只剩下70、80万。但是如果他们去借1000万去搞 AI， 他们不但可以不用交税，这借回来的1000万还可以拿去推高自己的股价，分红给自己。而且你会发现，这些科技巨头呢，现在都在 AI 估值最高的时候去上市，把股票卖给了全世界。比如说 SpaceX， 去年就亏了49亿美元，今年第一个季度呢就亏了43亿左右了，就都亏成这样了。它一上市，估值呢是直接突破了2万亿美元。然后 Anthropic 3个月的时间，估值从3800亿翻到现在9650亿，然后它又要去上市，把股票卖给全世界了。还有 OpenAI 每年亏个几百亿，但估值到1万亿的时候呢，它又准备上市了。而且现在呢，就连游戏规则都改了， SpaceX 只是花了15个交易日就可以加进去美股大盘，也就是纳指里面了。但一直以来最低要求呢，也是要至少3个月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些 AI 公司的股票现在就可以更快的卖给那些追踪指数的基金了，也就是全世界大部分的保险金、养老金了。再简单点嘛，就这些年年亏钱的 AI 公司，却可以在 AI 泡沫最大的时候，以1万亿美元的估值卖股票给全世界，而且为了让更多人接盘呢，还加速了把他们加进到大盘里面，让很多人的钱都被动的去接盘了他们的股票。还有呢，美国政府看上去它虽然是在补贴 AI， 但也同时呢，美国就成为了全世界最有可能发展 AI 最领先的国家了。也因为这样，钱就会从全世界流进去美元了。所以当这些 AI 公司也在估值最高的时候把股票卖给了全世界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市场上正在经历一波巨大的资金流动啊！你去思考一下嘛。AI 泡沫这个局最恐怖的是什么呢？它不是因为泡沫会爆，而是明知道它是一个泡沫，你却不知道怎么在里面赚到钱。2000年网络泡沫的时候呢，有人在里面赚了10倍，然后就跑了；有人呢是爆到最后一无所有的。08年金融危机，有人抄底暴富，有人破产跳楼，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就在于你有没有一套系统。AI 的泡沫越大，同时也是代表着波动越大，波动越大呢，赚钱的空间就越大。但为什么大部分的人还是亏钱呢？因为很多人只会买不会卖。你不知道赚了钱之后就要把停损往上移，你不知道卖一半可以让你不后悔，你只知道被贪婪去绑架，想要赚更多，同时又被恐惧绑架，怕卖在最低点，结果就是两头悲歌嘛。就很多人缺的不是好的股票，他们缺的是管理获利的系统。如果你投资了5次，亏了4次，赚了1次，这样的投资你要不要投呢？很多人说肯定不要，但为什么你不问我每一次亏多少钱，赚多少钱呢？如果我们亏的时候亏1块，赚的时候赚10块，就算你投资4次都亏钱，只要你赚1次，前面亏的都无所谓了呀。长期下来，我们还是输少赢多，这叫容错率，你有没有呢？还有你知道，就算在牛市的美股，你想要找到一只可以翻1倍的股票，概率有多大吗？100只里面只有2.5只。但我们根本不需要找到这2.5只的翻倍股，我们只需要做6次的交易，每年的利润依然可以翻倍。为什么呢？而且我们的钱不需要去被冻结几年、10几年，我们打游击战，赚完就跑，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被泡沫套牢的风险。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亏过钱但不服输，如果你不想要再听废话，如果你愿意为了改变付出时间去学习，你需要的是一堂课，而不是一个答案。你要学的不是明天要买什么，而是一套可以贯穿股票、黄金、比特币、外汇的系统方法。所以赶快点击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，免费的报名投资改命培训营。你不需要懂数学，不需要懂财报，我们手把手带你进门。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，现在我们要回答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今天的这场局呢，到底跟2000年有什么不一样？2000年的网络泡沫，入局的人他不知道有泡沫。所以当美联储把利率压到超低的时候，到处都是钱的时候呢，那些网络互联网公司就到处的零成本借钱，疯狂的烧钱，然后美联储一升息，他们就还不起钱了，泡沫就爆了。而现在的 AI 完全是不一样的，现在是明知道有泡沫也要入局，
而且一入局呢，就是去借高利贷，借5%以上的高利息，而这呢只会出现2个结局，注意听了。第一个可能呢，就是美联储再一次的降息，这样这些 AI 的公司就可以去借新还旧了，把现在的高利贷换成是低利贷，然后就暂时喘口气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去年开始每一次的降息呢 ，AI 的股票都会涨得更厉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降息了之后，钱变便宜了。那这些 AI 公司会做什么呢？他们反而是会去借更多的钱，然后继续的去烧更多的钱，继续去买 GPU， 继续去盖资料中心，继续的把泡沫吹得更大。而且因为美联储降息了，市场上投资的回报就降低了，也因为这样，华尔街呢又可以继续的发行一些理财产品，继续的卖给全世界的退休基金还有保险公司。所以降息就可以把这个泡沫解决了吗？不会的，降息呢只是在拖延时间，而且还会让这个泡沫变得更大。而第二个可能呢，就是不降息，甚至还重新的去升息，那这就是选择把泡沫刺破了。现在的甲骨文公司呢，已经是负债1300亿，自有的现金呢，已经跌到负237亿了，标普已经把它降级到垃圾债的边缘了。当它撑不住了，资金链就断了，它倒了之后，那谁会是下一个呢？整个市场就会恐慌嘛。08年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，整个市场上的钱全部被抽走了，因为没有人敢借钱给任何人了，银行的钱直接冻结了，企业呢就借不到钱周转了，一间一间的倒下了。那这一次如果甲骨文倒了，或是 Anthropic 还不起租金了，或者是 OpenAI 的资金链断了，你觉得会怎么样呢？现在这些 AI 公司的债务已经被包装成理财产品，卖给了全世界的保险公司、退休基金、银行了。那这不就是甲骨文他们一家公司的问题了，而是整个金融系统的问题了。所以2000年的泡沫是公司的泡沫，2026年的泡沫是债务的泡沫，是金融的泡沫。公司泡沫爆了，倒的是公司吗？普通人最多也就失业一段时间，但债务泡沫爆了，倒的可能是整个金融系统啊。所以你今天能听懂的话呢，重要的根本就不是 AI 会不会成功， AI 成功了又怎么样呢？就好像今天 YouTube 这个平台已经很成功了，有很多的用户了，但如果 YouTube 它没有广告的利润，没有一个可以赚到钱的方法，用户或者是商家不愿意付钱给他投资研发的钱收不回来，那也会做不下去了。同样道理呢， AI 成功了，但那些公司欠的债会不会越来越大呢？会不会还不起呢？会不会把这烧出去的钱赚回来呢？这个才是这个泡沫会不会爆的关键。所以你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个局的真相，那你还要继续等吗？你还要继续听那些什么长期持有 AI 会改变世界的废话吗？你还要继续把你的钱放在那些根本不知道风险在哪里的地方吗？你不一定要跟我们去学，但你一定要开始行动了，因为这个局呢已经走到了最后的阶段了。如果你听到这里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，那就用你的善意提醒更多的人，把这部影片分享出去，让你的家人朋友你关心的人，至少他们有一个机会看到这一切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些呢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我是早医生，我们下周不见不散，拜。